这套黑釉茶具真漂亮。有些年头了，你的眼光真不错。可能是受了外公的熏陶吧，从小就很喜欢手工艺术品。年轻人的气质，家庭教养最能体现出来了。你的家人一定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怎么看待你和于植的婚事？不会觉得于植心情不安定，给不了你安全感吧？第一次见到于植的时候，确实给了我一种吊儿郎当的印象。但是相处之后，才发现真实的他是个负责任、很重感情的人。这些我都会和家人说，让他们放心。这样就好，你能看到于植的长处，说明你对于植是有感情的。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你到了定制组啊，那些老师傅们都被你记得斗志昂扬的。你们的作品我看了，很好，我很重视。不过在定制组的发展上，我可能要跟你说一声抱歉哦。董事长，你不是答应保留定制组吗？传统手工艺不是靠几个人的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定制组一直没有业绩，它没有生产和销售的配套，它必须要挂靠在另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挂靠到其他部门？比如说镶嵌组，或者是塑金组。你们定制组是挂靠在镶嵌组，还是在塑金组？对你们来讲是个艰难的选择。跟谁合作，怎么挂靠，你心里要有杆秤哦。董事长，可以让我考虑一下再回复您吗？当然可以，你回去跟师傅们商量一下，再告诉我。没想到定制组还是避免不了部门斗争。选塑金组帮助表姨，还是选镶嵌组帮助于植？但是他们的关系，我选谁都会伤害到另一个。高姐，穆总，来，跟我来。董事长跟你说了吗？啊？定制组挂靠的事情。哦，说了。那你有没有跟董事长说要挂靠到塑金组啊？放心，不管董事长现在是什么态度，他一定会答应的。我们两个要赶紧商量一下，万一镶嵌组那边有什么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对策？表姨，我还没有跟董事长说。我还在想。我都忘了，你跟于植已经订了婚，他现在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人。我这个表姨，说什么也不重要。表姨，你和于植都是我最在意的人。事发突然，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定制组挂靠塑金组，不是因为我是你的表姨，我急需你的帮助。你要从客观理智的角度想，定制组和塑金组，他们两个业务对口，只有你到我这儿来，你才能够有长远的发展。定制组的归属是一件大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所以，我还是要问问老师傅们的意见。抱歉，表姨。小杰，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要告诉你，事业是女人最大的保障。你不要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尤其是你的家庭。
董事长那边也未必能够答应。好了，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真没看出来，小于总竟然会突然跟高洁求婚。对呀，完全没面包。而且前些时间他不是还和高总一起接受采访了吗？更神奇的是，我们这里啊，居然有一位深藏不露的好闺蜜。谁呀？品珍，你是不是之前就早就知道了？真不够意思，也不跟我们透露一下。对呀，没有啦，我真不知道求婚的事情，这件事连高洁自己都不知道呢。是吗？哎呀，大家最近盛典都忙坏了吧？肯定没有时间保养皮肤。我这儿有款面膜呀，特别好用，独有配方。哎，大家都试着啊！我别抢，都有，独有配方，来，大家都试着。哎，给我来个补水的。不知道，你不知道，都把整个年度盛典搅得天翻地覆。你要提前知道，那还得了？我要提前知道，肯定得给叶总监通风报信呀。你看看，之前一直捧高踩低，这下是不是特别后悔踩反了呀？我这个人，一直都是秉公办事，我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鉴于高洁这次在瑞华置业上的出色表现，我以后呢肯定会对她多多提携。这样啊，以后还指不定谁提携谁呢。年度盛典的合同已经堆得很高了，你们还有空闲时间聊天啊？陈品珍，你负责这段时间慧心系列的宣传文案。公众号上每天都要针对不同的首饰更新宣传文稿，提前1天交给我审核。哦，官网上的文案也要修改了，每一款都要有专门的介绍页。每一款还有，给公司的宣传部那边提供一篇慧心系列在年度盛典上惊艳亮相的稿子，和镶嵌组超额完成任务的简报。下次例会前交给我。可是我还不快去？哦。找我有事吗？以后慧心系列的工作，你跟我直接对接。于直负责海外购销合同的开拓。把于直调开，可会减少我们见面的机会。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于公于私，这对大家都好。于直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慧慧，你放弃吧。不可能，我绝不会轻易认输。还有你，最该回避见面的不应该是我们俩吗？请于总出去，我要工作了。我知道你想让我忘记那天晚上的事情，但是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我们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追求你，让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在一起。你疯了吗，于毅？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你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啊！理性和利益不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吗？请你别来纠缠我，不然我们就做敌人吧。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我尊重你，你放心吧，我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我只是想遵从内心的想法，执着的去爱一回，就算付出没有回报，也无怨无悔。于毅，从今以后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是朋友，是工作关系。
你不用担心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相处，我还是会在你身边，帮你解决一切的烦恼。尤其是在瑞华，你只要负责安心的设计，我保证，慧心会是全公司的重中之重。于烨，你真的愿意帮我吗？只要你开口。高洁现在风头正劲，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如果我的慧心系列不能尽早面世，抢占先机，我很有可能被高洁彻底踩在脚底下。于烨，你能帮我加开一条生产线吗？现在董事长和于直都偏向高洁，能帮我的人只有你。我会想办法说服董事长，放心吧。于烨，谢谢你啊。哎，小高，你回来了。哎，公司怎么说啊？小高回来不是很高兴，看来我们没戏了，肯定被拆车了。会议宣布，我们定制组留下来了。啊！哎呦！太好了！那你卖什么关子啊？我们3条老命都给你给急死了！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哎呀，有饭吃了！我跟你说，公司当然不能裁撤咱们了，而且咱们定制组还得大力发展。是。我们定制组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好。郑师傅，啊，你这是干什么？我赶快整理订单呐！啊，我把这订单都整理出来以后，好去找塑金组去借批材料。哎，小高啊，我们不仅要跟他们借材料，还要跟他们借工艺师。那个塑金组比较好沟通。哎。我回来啦。回来啦。嗯。在看什么呢？随便看一看。哎，对了，等你们定制组挂靠到我们象限组之后，你的工位就放在我外面，我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你，好不好？定制组挂靠的事情，我还没想好。你不选你未来的老公，你还选我的敌人啊？我哥今天去工厂啊，我带他出去。我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定制组挂靠的事情。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听听定制组的意见。董事长，定制组和塑金组靠得更近一些。对于定制组，我想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定制组之前要被裁撤，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如果把定制组跟塑金组合并的话，看似在齐头并进、资源共享，实则是在影响定制组的创新性和独立性。而且之前我们2个团队就彼此合作过，所以对对方都非常了解，合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磨合期较短，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我在这里可以替我哥先表一个态，如果定制组挂靠到我们镶嵌组，我们会用全部的资源去支持他。当然了，如果考虑到私人的感情，那如果高洁愿意选择镶嵌组，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高洁，你的意见呢？我跟定制组的师傅们商量过了，大家一致决定选择挂靠素金组。好，你选择的理由是？因为呀，咱们定制组的这个产品呢是中国古风，跟这个素金组他们的产品呢有些同源性。所以从实际的情况出发，我尊重师傅们的决定。果然呀，大家都是做大事情的人。定制组有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又有才华出众的新晋设计师，现在来到我们素金组，算是为我们如虎添翼，也为我们素金组增加了一个强将。我们欢迎芝芝。好，我们尊重定制组的选择。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回去讨论一下两个部门怎么整合的协议。哎，于直，你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小杰，你想通了就好了，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嘛。其实，我只是站在工作的立场上，选择了和定制组业务更加契合的部门，并不是为了私人感情。好，好，好，反正啊，你心里有杆秤，你自己会衡量。不过，表姨想再跟你唠叨一句，你跟于志的事情还是要早点了断。于家的人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啊！我是不希望你陷得太深了，只是愿你早点迷途知返，知道吗？表姨，感情和工作是两回事。知道了，好了好。哎，我呀，还有个客户要去见，那个挂靠的流程我已经做好了，一会儿让人发给你啊。怎么啦？失望啦？怎么会？公事就是公事，这是大家商量出来的结果，我肯定尊重。你从感情上主观地认为高洁会选择你，可是高洁自己都说了，抛开个人因素，她觉得素金组更适合他们。你客观地分析一下定制组的情况，你就会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明显。从工艺流程到销售渠道，再到客户群体，素金组更合适定制组。你认识郑师傅他们需要什么，你应该非常明白。要不说我们家高洁优秀嘛，大公无私，谁都想要。高洁的选择让我非常惊喜，你也很聪明，眼光不错。什么时候让我正式的见一下我的孙媳妇儿？是以家长的身份，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好，我尽快安排。董事长，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了。走吧。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你不知道我跟穆子云的关系吗？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合作？不是因为想跟他合作。这事儿你干得真漂亮，连奶奶都夸你做事沉稳，滴水不漏，真是干大事。你不要这么想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当然毫不迟疑地选择你。但定制组不止我一个人，师傅们都更倾向和素金组合作。高姐，你完全不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儿。我知道，我把定制组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在你看来很不像话，但我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的呀。你不知道，你说的这些道理完全没有错，你是说话的时机不对，你知道吗？时机？你大可以之前就告诉我你的选择，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你信任吗？我当然信你了。那你信我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想选择素金组你就去啊，我难道不支持你吗？你心里知道啊。高姐，我们是不是说好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你这么快就忘了吗？还是说你认为我会不听你的解释，非要让你来相欠组，不顾全定制组的大局吗？我就这么在你心里就这么武断吗？对不起啊。选素金组已经让你这么生气，如果你知道穆子云是我表姨，你会怎么看我？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个秘密还能瞒下去吗？增加生产线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增加生产线之后，你的订单有没有持续力？没有订单了，生产线闲置下来，你又该怎么办？这些都得想清楚。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份可行性的报告。先放一放吧，啊？奶奶，你让我们通过年度盛典来拿订单，可如今汇新的订单太多了，工厂的效率有限，如果导致工期延后的话，对我们的信誉非常不利。你让工厂再安排一下，根据交货期的前后筹划一下，加几个班儿。已经努力的筹划了，可工厂的回馈是还得延误2个月。于毅，你没听懂我刚才话的意思吗？增加生产线就必须有订单，还要投入新的工人。你想，投入新的工人，你要培训，要磨合，要技术支撑。如果你订单交完了，产能闲置了，你那些生产线又该怎么办呢？企业管理是很严谨的事情，不能一碰到问题就用这种激进的办法去解决。有上进心是好事儿，我也在栽培你。可是通过这件事儿，我始终觉得你缺少企业领头人重要的能力和看向未来的眼光。奶奶说的是。你还年轻，不用着急。你在瑞华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更不要因为什么人说了一句话就没了分寸。回去告诉高慧，高慧很热心，她的慧心系列这很好，她的工作也很有干劲。可是年轻人要稳，一步一个脚印。你去找董事长了？怎么样啊？董事长没通过。我怎么做什么都不顺啊？那高姐怎么什么都行？喂，一个人在这干嘛？赶快回家去，我要关门了。
我问你啊，我为什么一遇到他之后，我就方寸大乱，就好像把什么责任啊都抛到脑后了。哪个人？又是高洁吧？这次他不会又惹什么事儿了吧？不说话，就是我猜对了。于直啊，以前的你可洒脱得很啊，自从认识了高洁，就患得患失。这就是爱情啊，困扰人们千百年的终极难题。爱情真的很奇妙，就好像你整个人都不受自己控制。他开心，你就开心；他难过，你就心痛；他有梦想，你就想帮他实现；他犯错误时，你就忍不住心软要原谅。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我都快要气炸了。可是看到他怯怯地躲在你身后，用软软的声音跟你道歉，你却有再多的火你都发不出来。我明白，从工作上来讲，他选择木子云的素金组是对他的工作有帮助，可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木子云的关系。他就那样当着大家的面，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给，直接就说出了结果。你说他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啊？从旁观者的角度，你俩的选择都有道理。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可不方便给你答案。走，兄弟，我带你去找个解忧大师。找谁啊？杜康。你没事吧？怎么喝那么多酒呢？啊？不用碰，我自己来。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高姐，我真的，我不知道你每天在想些什么，我也琢磨不透。我真的有点怕。我给你看样东西啊。我为我们两个人专门设计了结婚对戒，用了生命树作为原型，希望我们的爱情可以像生命树一样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好话谁都会说。Believe in love。相信彼此，相信爱。玉芝，我把我对你的爱一直放在最深、最重要的位置。我不希望我们伤害彼此的感情。我答应你，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提前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原谅我？你总会说些花言巧语来安慰我。你知道这样我就会主动缴械投降。
可是这样，高洁，我还是要问你：如果，我说如果没有老师傅的话，你会不会选择我？你抛开你所有的理性的选择，就算是与全世界为敌，我是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是不是你第一个选择？我说过，我的人生有太多的背负，有太多的情不得已。但是自从你出现之后，这些都不是原因。你从来都不是我要做的选择，而是我的唯一。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看着我？因为是你再痛也用力靠近。虽然这些话都是哄我的，可是我爱听，我百听不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一直说给我听。婚戒这种事情，不都是男人来选吗？而我的未婚妻都已经设计好了，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呀？就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想亲自设计我们2个人的结婚戒指，全世界仅此一对，是属于我们的定情信物，好让我把你拴起来。我巴不得你把我拴起来。真的，你永远不要离开我，好吗？要不我们见家长吧？那么快？我还没准备好呢。你怕什么呀？你又不是没见过。见奶奶跟董事长是不一样的，好吗？有什么不一样啊？啊？奶奶又不是不喜欢你。明天我就去安排，你就以孙媳妇的身份去见奶奶。我有点紧张。我这样穿好吗？好啊。嗨。穆总，你好。这么着急啊？都要见家长了。年轻人做事还真是冲动啊。高姐，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怎么，穆总对我的婚事不满意吗？是奶奶要找他吃饭，要找他单独聊聊。怎么穆总也在啊？不去上班啊？子云啊，子云啊，于直和高洁来了吗？哦，你们来啦，正好我菜也快烧好了，就差一个汤了。子云，去把筷子放一下。哦，我这就去。走吧。来，高洁，吃菜啊。
吃点青菜。谢谢。高姐，你家里的事儿，于志跟我简单的说了一下。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工不容易，跟于志结婚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孙女儿看了。他要有什么地方欺负你，你告诉我，奶奶给你做主。奶奶，最近年度盛典也忙完了，这段时间，我想把我们两个终身大事定一定。我想给高姐一个盛大的订婚典礼。订婚？不用，就简单一点就好。那怎么行？高姐呀，你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不会轻慢女方的。哦，对，奶奶，日子都想好了，就在瑞华40周年庆，怎么样？双喜临门。很好啊。哦，对了，这个订婚典礼的话，还有很多事儿要办哈。你们年轻人很忙的，这件事儿，紫云啊，你就来操办一下吧。啊，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我？是啊，你是于志的母亲，高姐以后也会进素金组的，你办这件事儿，非常的合适。是啊。其实办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但是订婚礼这么大的事情，这是2家人的事情。到时候你们家的亲戚也得过来应付我们这边的亲戚。高姐，你想清楚了吗？不是，穆总，我是真心喜欢于芷，希望可以顺利嫁给他。订婚礼上具体的操作，我知道会有很多麻烦，拜托您能帮我们度过这些难关，成全我和于芷的感情。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反正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了，那我们做长辈的也就只能全心的祝福你了。你放心，既然妈已经说了，我自然会好好的去操办。行了，都快成一家人了，来，干杯！于总，这是我刚为你泡的蓝山。你要是喜欢喝这款咖啡豆啊，我以后可以每天帮你现冲。谢谢，我对喝咖啡没什么讲究，以后不用麻烦。这么好啊，还有手冲咖啡喝。既然于总不感兴趣，那就给我了，谢谢。麻烦帮我再冲一杯。好呀，稍等。难喝死了。双份奶，不加糖，你的最爱。谢了，不过人的习惯和口味是会变的，就像你，我也不记得你爱喝黑咖啡啊。你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别的女人离我太近。别的女人离你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不要因私废公，影响到慧心就行了。还有事吗？关于生产线的事，我不会放弃的，一定会想到办法。
奶奶，你怎么能让穆子云来操办我的订婚礼呢？你换我，换我哥，换谁都行啊。坐这儿。玉芝啊，那件事儿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忘不掉呢？你也都快是成家立业的人了，日子要往前看。奶奶希望你放下心结，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不是很好吗？我怎么忘？我妈是怎么死的，我是怎么被赶出这个家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以为她能忘吗？她就真能把我当儿子看，把高洁当儿媳妇看吗？奶奶，你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跟她母慈子孝，那只能是装的。玉芝，你的婚事儿不是你个人的事儿，是于家和瑞华的大事儿。对外，紫云是你的妈妈，是你爸爸的老婆，她为你办这件事儿合情合理呀。奶奶不是，不要说了，这件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知道你很有才华，瑞华也希望你多担些责任，奶奶对你也有期许，希望你把注意力、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好，最后我再宣布一件事儿：镶嵌组的副总经理于植今天正式进入我们董事会。镶嵌组在瑞华盛典上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于植不但开发了新客户，而且超额完成了销售任务。希望他进董事会，能给董事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将来的事业还是要靠年轻人扛大旗的嘛。恭喜啊，小于总！我们瑞华向来是能者居之，小于总年轻有为，日后一定不可估量啊！谢谢。于植啊，有什么想说的，和大家说说。首先呢，感谢董事长的抬爱，也感谢各位董事对于我的信任。我们镶嵌组呢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因为我们于毅总经理的高瞻远瞩。我仅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次进入董事会呢，对我来说，一是鼓励，二是对我的考验。我也希望与各位董事一路前行，能为瑞华的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于植的这番就职演讲，还真有点未来接班人的气派啊！恭喜小于总，你不但成为了我们瑞华最年轻，也是势头最强的董事会成员。恭喜了，于总！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将来的瑞华，靠的就是你们兄弟俩。于植确实优秀，我花了5年时间才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他花了不到1年就有这样的成绩，才华能力令人叹服。穆总有何贵干啊？我来这儿是要向你道喜的。啊？恭喜你啊，真是有眼光，带着你弟弟进公司，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可以进董事会了。唉，这可是你和我这样的人要辛苦多长时间才能得到的位置啊！穆总这是感受到压力了？不是我感受到压力，是你有压力。唉，你以为把我扳倒了，你就可以成为接班人了？其实真正能跟你争的，是这个同为董事长孙子的于植
我想穆总有些误会了。再说了，我们兄弟俩不会因为你这几句话而改变什么。至于关于接班人的事情，我相信董事长心里自有他觉得合适的人选。听你这么说，你对这个弟弟还真是挺好的。哎，在盛典上他这么大出风头，也没有给你一点表现的机会。他被提名进董事会之前也没有跟你商量过吧？你看，人心就是这样，不会因为收获而得到满足，反而会因为贪念而更加膨胀。哼，这些只是个开始，等着吧，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相信我，我看得多了。哥，他找你说什么？没说什么。穆子云这个人最会的就是挑拨离间，哥，你千万别中他的套啊！我这么跟你说，我是你带进来的，我不管是不是进了董事会，或者是进了哪里，我还是记住我们的约定，我也会遵守这个约定。嗯。对了，我还约了人，先走了。哥对我的态度明显疏离了很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张总，我认为我们要见一下了。这是镶嵌组的合同吧？小于总，我们的供货品质一直是有保证的，啊，我们之前呢是有些不愉快，但是在生意场上，生意归生意，小于总不会不懂吧？这个我知道，不过要想合作的话，也可以，你只要把该解释的都解释清楚，我们可以长久合作。据我所知，素金组购置了你的一批货之后，就把你晾在那儿了吧？瑞华这块肥肉吃不到嘴，很难受吧？小于总，其实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确实是这个。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算了，我不勉强你。哎，别！我不是有心要陷害你父亲的，我也是受害者啊！这两个狗男女啊，呸！对不起，我口不择言。没关系，实话实说而已。这个事情啊，是你们公司的穆总主动找到我，他把照片摆在我面前，我才知道的。穆总说，只要我愿意配合，治治你父亲，然后就可以给出高于市场价格的合同，不然就把我从瑞华的供应商名单上踢出去。我当然没办法了，不得不配合他。我就让我老婆骗余光华签了那个假合同，然后要挟他。谢谢小于总，那我先走了啊，谢谢啊。
你现在相信了吧？你以为是穆子云救了你，但其实是穆子云设计了一切。我早就该知道她是个心狠的女人，害人的手段伸手就来。当初是你，现在又轮到我了。早就该让她滚蛋。你知道她害我的事儿？对呀，我不是那意思。你别又想编瞎话骗我。你说的是不是我10岁那年家里丢宝石那件事？不是那事儿，别的事儿。编不出来了。你早知道是穆子云干的，你为什么要包庇他？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他给你什么了，让你不得不帮他呀？你今天不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就立马捅到奶奶！别！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很后悔。当初穆子云把宝石藏起来赖到你头上，我也很生气。可我正好外面欠了一大笔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就拿去先抵债了。等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一切就都已经晚了。我找了这么久的答案，原来是这样。你知道穆子云是罪魁祸首，你还一样包庇他，你跟他是同谋。穆子云抓了我的小辫子，要挟我闭嘴。当初他把宝石藏起来，害得瑞华资金链断了，你奶奶气得可不轻啊！你当时还是个孩子，她不能跟你计较。可真要让你奶奶知道是我拿去抵账了，那事情可就糟糕了呀！没有不心疼儿子的老子，那件事情我也很后悔。你看这些年，我跟穆子云也没什么感情。那你去跟我向奶奶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去把穆子云的假面揭穿，不然的话，你跟他们在我眼里没有区别。要让你奶奶知道了，她能饶得了我？好啊，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把自保放低？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录音了，让奶奶听录音，跟你亲口告诉她没什么区别。儿子，你真要让我去坦白？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儿子，那就像样一点，做出父亲应该做的事。别把录音给你奶奶听，我自己去说。我不是个好父亲，可我还是你爸。当着奶奶面解释一下吧，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爸下仙人条？余冠华，你把你自己摘干净了，就给我头上抹黑是吧？怎么？用合作当筹码，逼人家跟你窜供，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别颠倒黑白，明明是你雇人做假证，你怎么还敢这么嚣张你？哎，我穆子云在瑞华这么多年，我勤勤恳恳，做的执行的正，倒是你，这么多年，你做过一件靠谱的事儿吗？啊，我诬陷你，妈能相信吗？大家不相信我爸的话，那我的话呢？当年是不是你诬陷我，说我弄丢了那批红宝石？玉芝啊，你当年年少顽劣，你做错了事情，怎么到现在事隔这么长时间又赖到我头上来？
告诉你，如果是我做错事情，我穆子云坦坦荡荡我会承认。但是如果不是我做的，谁都别想赖在我头上。我赖你头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承不承认？玉芝，我没有陷害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一心一意的想让你和我成为真正的家人，但是你都不给我这个机会。人心都是肉长的，要不然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穆子云，你太会演戏了，怪不得全家人都被你骗得团团转。我要不是当事人的话，我估计也会信了你的鬼话。我就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是我弄丢的那批红宝石，那为什么这张交易凭证会在你那儿？奶奶，高姐，郑师傅。哎，我有话跟你说。哦，奶奶，我找到了当年那批丢失红宝石的数据，和这个交易记录上的红宝石数据是一模一样的。妈，我揭发，当初就是他故意把红宝石给藏起来，就为了陷害阿直。我这么多年就是太懦弱了，迫于他的胁迫，不敢把真相说出来，这才让阿直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我不是个好爸爸。你说我陷害于直，那你倒是跟妈说说呀，那批红宝石到底是谁卖出去的？先陷害我儿子，现在又来陷害我。明面上你是个好媳妇，背地里却下黑手，你行啊你！那明明就是你卖的呀！为了还你的那笔烂账，害得妈卖公司股权，为公司筹钱。是，妈，我是有错，我是错在知情不报。那我也是为了保全我们的夫妻的感情，我才瞒了妈这么长时间。你胡说八道什么？住手！你还打人呢你！妈，真的是他先把红宝石给藏起来，我是无意中发现的，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我才把宝石给卖掉的。妈，是我错了，我是为了维护光华。他当时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冲动之下卖掉公司的那些红宝石。如果我揭发他的话，说不定你会把他赶出家门，所以我才保持沉默。我没办法，我才在于之面前做了这么一个恶人。行了，穆思云，你别再演戏了。当年指天指地发誓说不知情的人是你，现在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也是你，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揭露出来，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再装下去，人家只会更讨厌。妈，别说了，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你不是一直想听于之小时候的事儿吗？我说给你听。当时穆子云呐说于之拿着家里的红宝石，董事长就特别生气，就直接就把于之给弄到国外的寄宿学校了。于之当时小啊，10岁啊，哭着喊着就不去机场。董事长当时特别生气呢，就机场都没去。这对一个10岁的孩子，太残忍了吧？你不知道，这董事长实际上特别心疼于之，但是呢，他为了保全这个家，当年这么重要的一批红宝石，说是让于直扔了，我就觉得很蹊跷。我派人去调查了，知道是光华把它给卖了。
妈，当初真的是他藏宝石在先，我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我完全不知情。够了！你卖宝石在先，还是他藏宝石在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奶奶，原来你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还要赶我走？啊？玉芝，玉芝啊，这个家已经破碎过一次了，不能再被毁了。我的孙子没了母亲，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再失去妻子。紫云和光华结婚以后，我希望他能管好你爸爸，好好过日子。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给你送到了国外，让你去国外留学。我不希望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玉芝，奶奶真的一直觉得对不起你，让你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的这么多年。奶奶一直心里有愧疚，觉得对不起你。妈，都是我的错，我就光想着护着光华，想着只是撒一个小谎，没想到我一步错步步错，这谎就越撒越大。玉芝，对不起，我光想着你能帮助光华扛下这件事情，我也想着奶奶对你的疼爱，她一定会原谅你的。我也没想到后面会变成这个女人，没想到啊！你一句没想到就能把你的罪行都掩盖吗？你不配待在这个家里。行了，别说了。难道你们真的要把这个家拆散吗？奶奶，到这种时候了，你还要包庇他们？当年就是因为他，我才受了这么多委屈。如今你还要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翻篇吗？那你把我放在哪？你把我死去的妈妈放在哪儿啊？你妈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当她怀上你的时候，我执意让你爸爸娶了她。可是奶奶做错了这件事儿，我害了她，她不合适嫁到余家。可是光华，紫云是你要娶的，是你决定要娶她的。你既然结了婚，你就要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余家就这么几个人，我们风风雨雨的几十年，织成了瑞华不容易。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苦，都有很多的委屈。要是说你们一定要怪的话，那就怪我，我没有把这个家管好，我害了很多的人。妈，不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够。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努力偿还所有的人啊！玉芝。
对不起，是我太天真了。我以为找到真相就可以把那个女人赶走，给你讨一个公道。没想到，有时候真相不重要，利益才更重要。从小就听别人说奶奶是个铁娘子，我一直不明白慈祥的奶奶怎么会有这个称号。现在我懂了，铁娘子的心是冷的，根本不会为人情所左右。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取舍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公司的利益。奶奶不能给你公正，我来给你。这个家欠你的，我永远都不会忘。师母啊，这几年，这条商业街高楼林立，各路商家起起落落，几经更换。我们瑞华一直在这儿稳稳地站着，任风任雨都没有被摧毁。我对得起你师傅了吧？那当然了，瑞华这几年让师母经营的有声有色的，师傅在天之灵肯定感到欣慰。谁知道呢？我守住了瑞华，忽略了孩子。光华我没教育好，于直又受了太大的委屈。于直啊是个好孩子，当初啊您送他出国，让他去留学，这未必不是为他着想啊，总好过把他留在一个重组家庭，跟继母吵来吵去强。我现在一直在反省。我不知道我那件事儿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不是，您看啊，现在这孩子啊这么有出息，这说明当初的决定呢是对的。不过呢，说实话，您对这个穆子云呢，说实话太宽容了。我们都是女人，我理解。她不容易，为了瑞华牺牲了青春。你说我怎么能对他下得了狠心呢？可是这个于直和穆子云这俩人的矛盾呢，很难平息啊。您又不能全都照顾，是吧？否则这个最后两边都怪你。小郑，我管不了了，我累了。是。儿孙呐，自有儿孙福嘛。这个您为他们守瑞华守这么多年，也该歇歇了。行，这也不早了，您回去吧，啊。我跟你说啊，
呢，一定特别伤心。可是董事长他也有难处啊。你这样，你好好去劝劝于之，好不好？嗯。好，那这样，哎。我回来了。怎么了？是我这几天工作太忙没理你，生气了？没有。那是因为我前天没回你短信啊。对不起啊。你今天还好吗？你怎么了？嗯？哎呀，明天我就去找郑师傅。你看，把我未婚妻搞成什么样子？我就是心疼你嘛。我没什么事的。对了，给你看个东西。你不是说想要把妈妈接出疗养院吗？哎，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们结婚以后啊，我们就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去，把妈妈也接过去，正好可以照顾她。你是喜欢高层带电梯的，还是一层里面有院子的？嗯？你已经那么忙了，就别为我操心了。我只是想你好好的。我没事，我只是有点心寒，没想到奶奶会牺牲我。好了，我只是希望我们以后的家没有谎言，没有欺骗，只有温暖和信任。好了，女主人，快看一看房子吧。玉芝，我能让你真正信赖吗？那个跟你有血海深仇的人是我的表姨，就算说出来你会生气，我也该告诉你事实。我饿了，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吧。我想吃红烧肉。我吃了红烧肉之后，我才有力气跟穆子云继续斗争了。我现在就去帮你做。今天不是好的时机，以后再跟他说吧。这么晚约我出来，是生产线的安排有转机了？怎么，没有生产线就不能找你喝两杯啊？当然可以，
只是你找我喝酒，是心情好，还是心情差？这有什么关系吗？于直进了瑞华董事会，如果你心情好呢，那你就是一个无私为弟弟开心的好哥哥。可是如果你心情差，那就说明你感觉受到了威胁。被我说中了吧？你骗不了我的，因为你跟我是一样的人。是，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到不用猜就懂对方，一样到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目的。我们是不是很般配呀？你喝多了。你懂我。我是一个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慧慧，一直以来，理性都提醒我不该明知道你喜欢于直，却对你产生感情。可跟你在一起时间越久，就越会被你吸引。尤其是那天夜里以后，我人生第一次会奋不顾身地去喜欢一个人，去追求你，甚至是不要回报。你别闹了！你明知道那天是个意外，我上次就已经跟你说了，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慧慧，意外？那真的是个意外吗？你敢发誓，你所谓的意外里就没有一点点的情不自禁吗？意外就是意外。慧慧，你选择忘记我们的事情，是你心里还惦记着于直是吗？你不觉得你的坚持非常的苍白可笑吗？你别再说了。他都带高洁回去见父母了，他们马上就要订婚了。什么？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连穆子云都已经同意帮他们操办婚礼了，这件事情板上钉钉，你根本就没有希望。慧慧，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至于我会等待你一段时间，但我希望不要太久。你懂得拿这些话来劝我，就该先拿这些话来劝你自己。于野，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学长。妈，没想到这红宝石的事儿，您早就知道了。我这心里边还一直担心呢，成天寝食难安的。要是于直没把这件事情捅出来，你打算不坦白了是吗？妈，其实我是无数次的想要跟您坦白。但是每次吧，这个话一到嘴边上，我就害怕，我怕真是跟您说了之后，您生气，就不理我。所以，你一直让于直受委屈，我对他这么严厉，你高兴了是吗？这怎么可能呢，妈？其实我心里对于直一直也是亏欠的，他一直帮我当做敌人一样看，我都能够理解，毕竟是我诬陷他在先嘛。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的弥补他，可是，在于直和光华之间，我真的很难做选择。
你对光华太纵容了，所以才出这样的事情。他都多大年纪了，在外面沉迷享受，都是你惯的。那我能怎么办呀？您不是一直也是惯着光华吗？要不然这事儿您早就知道了，您怎么不说呢？还一直委屈着玉芝。